非常撕裂、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。一方面呢，很多人都拿来炒作的话题叫马来西亚是否很落后，对吧？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讲一讲自己的真实体会啊，稍微讲一讲，就有人讲你叫马吹啊，对吧？对。大家好，今天想到一个话题，马来西亚其实是第二眼美女。什么叫第二眼美女呢？王太，你解释一下哦。记得第二眼美女是台湾女歌手，我们以前学生时代那个叫江美琪出的某一张专辑嘛。就大家知道江美琪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眼那种惊为天人，但是她的声音啊，包括她个人的这些魅力啊，所以大家给她冠以说，你第二眼再看几次，你可能会感觉到她的魅力吧。大白话就是有内涵。不是你看一眼就会流哈喇子，光看中他的这种外表。那从另一个层级上说，就是有些欣赏他的人会能够看出他的美。那你是不用看脸就是美女啊？不用露脸，不，是对不对？我们比方说订过我们餐的人都见过王太了，我们见过王太的都觉得不靠脸吃饭，不靠脸吃饭，好吗？我们这种是属于没有办法，其貌不扬，其貌不扬。还漂亮啊！真的，我觉得可以上镜啊，真的。人家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。可以耶。我们现在刚从 NSK 出来哈，这个事情和 NSK 也有一些关系。对，为什么又讲马来西亚是第二眼美女？我们从见过的人事物啊慢慢讲起来。就以 NSK 来说好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打脸了吗？我记得以前我们录过一次节目 ，NSK 说以后没什么事就不会来了，不要来。你看，不是最近连着2-3周已经来了吗？对，就爱上 NSK 了。所以你未来还会来吗？可能不会再来了吧。对吧 ？NSK 它并没有变，它有它的一些特点，比如它的气味啊、摆放啊，有些食物的新鲜程度还是没有变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又爱上 NSK 了呢？以 NSK 来举个例子吧。对我来说，好像因为以前觉得它有味道，很多区域我就没有仔细去看。说好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怎么又爱上了它了呢？就最近不就是你在那里，你搞定了抓虾的这个巨大的苦活，然后我就在。这才是真正的 KL experience。然后抓的又不是特别快，那我就有时间可以旁边再捏着鼻子去看一看它的这些生鲜区域嘛。我就发现哇塞，它的牛肉冷冻就是冷冻牛肉区简直是个大宝藏啊！你也有新发现了？不，就是这是便宜的，然后东西品质也很好嘛。便宜的令人发指。我举2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买的，我们中国人叫那个牛腱，然后金钱腱那个部位又是牛腱里面要精修的，这个在中国卖的是非常贵的。我来了马来西亚之后，我在 Grab 上面买，1公斤要64块钱。但你知道吗？这里的特别漂亮的金钱腱，它虽然是冷冻的，它只要28块钱1公斤啊，所以就便宜很多了。但因为我抓的什么虾呢？就是那种生猛的老虎虾，对，老虎虾55.8块1公斤嘛。OK，NSK 只是一个案例啦，是我们想说在事物层面，马来西亚为什么是第二眼美女？你看 NSK 就是第一次说不来了。我自己还有一个一直没讲的，就是 99 Speed Mart。我也其实为什么我99 Speed 我也是有这个过程。第一眼的，那第一眼就是怎么货都堆在地上啊，然后没有理货员的感觉，里面旧破的，对吧？然后也没有冷气哦，大部分没有冷气的。我记得刚到大马的时候，有个朋友说，哎呀，我们有个 Near and Safe， 这个 NSK 不错的，你可以去买一下。因为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给我们的推荐改变了我，所以我就有一次不那么赶时间的时候，我就慢慢的仔细的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拿丽奈逛了一圈，然后我就发现里面还真的是宝藏。一个是东西真的是某些是应该算是比较最低的那个价格，地板价。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些调料区的东西，哇塞，宝藏！比如说我现在家里面一直用的那一款生抽酱油，我发现它的调料非常好，而且价格又很甜。你可以讲得很具体啊，这个非常好。这个正好也符合叫第二眼美女，就你第一次会觉得，哎呀，她的外表，如果我以貌取人的话，我会觉得不来了。对吧？因为我们有见过好的，有见过摆放整齐的，但你看，即便是这样，即便我们生活在大马，也还是很容易忽略它的一些内在和内表嘛。对，这是2个案例了。那再比如像那个巴萨，像那个菜市场，不也是一样吗？巴萨也是你很讨厌去的。我会讨厌，那我现在不是也很喜欢逛吗？这里面吃的关系吗？没有啊，这里面吃的啊，然后和人交流啊，看他们做事啊，也会入迷嘛。真的啊？哎，那个我想也叫做第二眼美女，对吧？接下来我想就要讲大马的人啊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了。你看啊，
这里你们发现啊，非常撕裂、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。一方面呢，很多人都拿来炒作的话题叫马来西亚是否很落后，对吧？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讲一讲自己的真实体会啊，稍微讲一讲，就有人讲你叫马吹啊，对吧？对。虽然我一点都不生气，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在讲它其实不落后？哎呀，马来西亚这么糟糕，把它拿成一个话题来炒。有些时候，有些人会讲你在瞎说啊，这马来西亚哪有你讲的这么好？我发现极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认知的层面不一样。当他们觉得大马还不够好的时候，他们讲的是外表。当我们发现大马好的时候，我们讲的是我们真正在乎的那些东西。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打那个比方嘛？我们说我们讨厌的那种人叫暴发户嘛。就是你看硬件都特别好啊，油头粉面，然后带着这种穿金戴银，家里面也是富丽堂皇，一张口啊，然后一动作你就知道他是经济量。对。那我们其实很容易被这种硬件外观上的这些装帧豪华所吸引，并且因为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在硬件方面有了巨大的提升，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如我们的那就是不发达国家，就是差劲的二流国家。要比我们发达的跟我们一样的那个才叫发达国家。所以它的评价标准会有一些扭曲嘛。其实我觉得大马人也会了。你看有些朋友不也是看到我们说，哎呀，你们上海过来，上海不是挺好吗？我们去过中国很多次了，中国建设很好啊，上海也很好玩啊，他们也会看外表，这是很正常，因为看外表是最快的、最直接的一些感性的一些感受嘛。对吧？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嘛。生活在其中的人他是怎样的状态？他整个社会群体，他的多数人呈现出来的一种松弛状态是紧绷的状态。对，这是怎么骗人也骗不了的呀。关于马来西亚什么物价呀、生活呀、制度啊，包括他的人啊，我们其实已经分享过很多了嘛。对吧？我觉得我们讲的第二眼美女就是刚说的，它真正符合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价值观。你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，我们现在出来，我们所希望的、所需要的是一些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第二眼的内涵，和我们所需要的是符合的？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卷过很多年的人，首先就要破除以前的所谓的就追求完美的这个感觉。那现在我觉得马来西亚就符合我们所谓叫完成比完美更重要。那我们现在要的一个生活方式，说穿了就是你让自己感到心境松弛，你不再去物质化自己，不再通过和他人的比较当中获得这个愉悦。那我觉得马来西亚它就能够给到这一点，不管是我们的社交圈还是生活圈，我们能够得到沉淀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完成了一个人生，而不是说要把人生过的是别人眼中的完美，父母眼中的完美，我们国家眼中我们的完美人生不是这样。对。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点。第二个就是说，真的就是怎么说？你用心沉淀下来，你会发现说，所谓的硬件漂亮，还不如说是你自己内观的这一部分到底是怎样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对。其实有一句话叫懂得自然懂啊，我反而有种我一直强调那样的窃喜，就很多人不理解不懂，他不知道什么真正重要和为什么生活在马来西亚很好，我反而会觉得这个和少数人的想法站在一起，当然我是指马来西亚以外的少数人啊，我反而更坚定啊自己的选择和想法是正确的，对，这样的感觉反而还是挺好的。那马来西亚在我看起来啊，其实是少有的，就它的人文的发展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它经济的发展程度了。所以大家会产生这种错位和错觉，对吧？那你像有些地方，我们其实也去过很多地方，有些地方是经济远远发达的，它张口就说自己是发达国家，对，但是他的人如果还是很命的话，大家不觉得有趣，生活不觉得轻松的话，那我也不一定会符合我们所需要去居住的一种环境。我只是说我们不是说所有人，你不用美化自己，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半躺平，就是半躺平，然后半退休，就是一种松弛状态。对，就很简单的问题，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逼到 hard 模式？我们不是不可以去更好的地方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，对吧？我们也想过，如果说我们去其他的所谓美加澳新，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是
很认真的工作，我相信吃饱穿暖，然后买上房子，开上车也是不是大问题。但是我们的生活可能就给了工作，我们就不再是真正的纯粹的生活。但是我们在这边是可以松弛的生活，然后又有尊严的把日子给过了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对，我人生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那个 hard 模式？没有出息的人生，它不是一种失败的人生啊。那当然。然后没有出息也不是什么很见不得人的缺点啊。对。这是也体现在我们接触的人，你看很多人他们心态都很平，尤其是我们现在有时候送饭，把我们的东西送给别人，对吧？他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们现在这里也不要吃很多，就想吃的健康一点。然后他们见到我们也都是笑嘻嘻的，非常热烈的相迎。我觉得这种人与人关系的相处就很舒服，就也很符合只看重内涵，而且大家心心相印，这样有这种感觉。真的是，这就让我想到最近我们送餐的，在我们离我们这个沙登非常近的一位这个客人，然后当时我看到他的那个，我也惊诧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在订餐的时候，整个表现出来的这个语言的风格，怎么了？就完全你感觉他是个年轻人，我以为他是个上班族，是吧？然后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发现说，好像是跟我们差不多的，对。然后非常悠闲的在他的园子里面浇花。我要插一下，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“侬好”。我愣了一下，你以为是上海老乡是吧？没有，其实他是正儿八经的 late 50s 大马人。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，然后他们写了好长的这个英文的这样的一个餐后的这个 feedback，对，然后你就发现，哇塞，这个真的是很得体，然后也是我们向往的这种，我们叫人到中年，他这种沉淀之后带来的这种，银白色头发带来的那种岁月的勋章感觉，淡定。我觉得我就希望将来我们也是有一个1亩3分地的小园子，我就那边浇花，然后我们就做点粗茶淡饭。我们的 Wilson 他愿意来看我们，那挺好。如果是他有他自己的愿望，我们也可以很独立的把自己的年老的生活过得很好，也不用依附在他身上啃他这个青年人。我不希望这样，我希望就是我们自己非常得体的过完自己。哎呀，好向往啊！第一，向往的是Wilson 赶快的独立来脱离我们。第二，我们去过上更充盈的晚年的生活。是第三呢，我觉得是第二眼美女也不重要就是你作为你自己心里的美女，让自己感到舒服舒心，对吧？我觉得就 OK 了。美不美是爹妈给的，这玩意儿就求不来。然后自己接受自己非常重要。我想说就是包括内涵美就是接受自己，对，我不借助于别人，不要借助于别人的评价，对的，那就是更加超脱的一种状态。对，好，很高兴今天跟你聊天。是的，谢谢。